3月11号，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了2025年预算请求，其中包括了8952亿美元的可自由支配资金。考虑到通货膨胀，今年五角大楼的预算比2024年少了100亿。今天大兵就带各位看看这份预算报告和2024年有什么区别，以及在明年美军将要做出哪些改变。其实对于五角大楼来说呢，这一年并不好过呀。由于正值大选年，国会内部的矛盾非常激烈，这也使得五角大楼的预算政策受到了影响，开始向保守化发展。比如说，五角大楼计划在2025年削减陆军2700名现役士兵，让其总人数降低到442300人，而海军裁员就更多了，比2024年减少了5500人。但五角大楼希望增加海军的预备役部队。海军陆战队和空军的编制基本没有发生改变，但预备役人数也获得了一些削减。与此同时，美军的涨薪幅度也有些不尽如人意。今年的涨薪幅度仅为 4.5%， 低于去年 5.2% 的涨薪幅度。这其实可以理解，毕竟2024年美国的通货膨胀还在持续下跌，媒体预测美国2025年的通货膨胀率将会继续下跌。综合来看，美军人数虽然被削减了，但军人的工资却升高了，这或许会让美军能够吸纳更多的高素质人才。五角大楼还计划提高基本需求津贴的收入资格门槛，这是对家庭总收入低于联邦收入门槛的现役军人及其家人的每月补偿。如果获得通过，该补贴的涨幅将超过 50%。除此之外，五角大楼还加强了海外美军基地建设，拨出了1.2亿美元，用于补贴美军基地内的小卖部，让它的价格相比于当地商店更加具有竞争力。同时，在小卖部工作的人员还能获得 25% 的饮食费减免。值得一提的是，五角大楼居然额外掏出了 5.47 亿美元用于自杀预防计划，这在历年呢是绝无仅有的。该计划包括了雇佣更多的心理健康治疗者，解决需求心理健康护理的污名化问题，让士兵在出现心理问题时能够放心大胆地寻找帮助。总体上来看，虽然五角大楼削减了部队人数，但军人的福利被极大地增加了，尤其是在工资方面。这背后有很多原因。首先是美军在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宣告了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国的失败作为了收尾，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美军在美国民众中的形象。而在2022年开始的俄乌战争中，美国是最大的援助国之一，向乌克兰援助了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和艾布拉姆斯等先进装备。然而，俄乌战场的力度却超过了美国的想象。虽然北约援助了大量装备，但依旧无法改变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力量对比。如今美军连自己的炮弹都不够用了，必须新建生产线。这一系列事件都在削弱参军对美国年轻人的吸引力，再加上通货膨胀和劳动力缺失，美军现在正面临着招不到人的困境。五角大楼主计长麦克麦考德的说法比较委婉，他说现在美军确实是面临着招聘挑战，但保持率很高，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增加福利来维持现状。除了军人待遇外，五角大楼在其他方面的预算就进行了大砍。比如说，导弹防御局今年就直接被砍掉了5亿预算，这可能会导致美军的对超高音速导弹防御武器研制计划被进一步延迟。该计划呢，在2021年开始，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雷神技术公司负责开发设计。按照2023年的报告，该武器呢将被部署于关岛，用于加强美军在太平洋海域的防御能力。去年8月，五角大楼开始和日本防卫省联合开发该武器。同时呢，对于洲际弹道导弹防御的陆基中段防御计划的预算和宙斯盾系统的采购资金都被削减了数亿美元。这一系列动作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五角大楼认为短期内美国并不会遭到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直接攻击。虽然削减了直接防御武器，但五角大楼增加了超视距雷达项目的预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大兵的这期视频。
该雷达能够有效地探测拥有隐身技术的五代机，或者是在外空间飞行的高超音速武器。目前该项目的建设属于北方司令部负责，但在2025年，该项目将交由美国太空军管理。美国空军在2025年也不太好过呀，主要是大量的老式飞机需要进行退役。美空军将在2025财年申请总额为1881亿美元的资金。在25年，空军计划退役250架老式战机，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 A10、F-22等等。去年美军退役了42架，而今年呢，美军则计划退役56架，并在10年内将所有的 A10油猪退役。而 F-22 由于其昂贵的维护费用，空军也计划在2025年退役32架 F-22 Block 20，省出的这些资金将会被用于对6代机的研制。虽然大量战机被退役，但并没有更多的飞机来填补这些空缺呀。在2025年，美军用于采购新飞机的预算是290亿美元，而2024年呢，则为306亿美元。五角大楼官员说，这些资金用于在2025年新购买90架飞机，包括42架 F-35A 和18架 F-15EX， 相比于去年少了21架。而在导弹方面，万众瞩目的 AIM-260 依然没有消息。空军负责预算的副助理部长迈克尔·格雷纳少将透露，该导弹可能要等到2027年了才能投入生产。在2025年，美军计划购买462枚 AIM-120 导弹，具体金额尚未公布。8.25亿美元用于550枚 AGM-158， 用于加强空军的防区外打击能力。而在研发方面，空军预算不降反增，相比于去年增加了15亿美元。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对6代机的研发。在2025年，空军将继续追加34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呢有28亿用于开发6代机，6.8亿美元用于开发无人僚机。除此之外，五角大楼还计划增加10亿美元用于开发 Replicator 项目。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建设一套完善的无人机生产线，要求能够在短时间内生产大量小型、智能、廉价的无人机。这很明显是吸取了俄乌战争中的教训。由于制造业的转移，美国国内的无人机产业在性价比上是要远低于俄乌战争中使用的无人机。为了对抗未来可能爆发的无人机战争，美国必须从现在开始准备。然而这项预算呢，却在国会受到了阻碍，国会目前只同意批准其中的5亿，情况并不明朗。海军从某种情况上来说和空军类似，都处于青黄不接的状况，老船太老，新船未到。25年，海军计划退役10艘老船，包括2艘巡洋舰、1艘登陆舰、4艘快速运输舰、1艘远征海上基地和2艘滨海战斗舰。而新采购的名单呢，为1艘弗吉尼亚级潜艇、2艘阿里伯克级驱逐舰、1艘星座级护卫舰和其他2艘辅助舰。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防预算请求发布之后呢，星座级就爆出了工程延后的问题，所以该舰到底能不能在2025年建到还不好说啊。不过在预算上，海军至少没有被削减，依旧为2576亿美元，但至于如何花这笔钱还不确定。目前国会和五角大楼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美国海军需要扩大自己的规模，但一部分人想制造现役的舰艇，另一部分呢则寄希望于正在研究中的新型战舰，但这可能会需要很长的时间。比如说第5艘福特级航母原定于2028年交付，现在呢已经延期到2030年了。其中，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对潜艇充满了兴趣，他计划在25年对潜艇工业基地投资39亿美元，并在5年内投资111亿美元。虽然在25年美军只计划建造1艘弗吉尼亚级，但坎贝尔希望海军至少应该做好建造9艘潜艇的准备。弗吉尼亚级潜艇属于攻击型核潜艇，最大潜深距离为450米，潜航时间为70天，有12个潜射装置，能够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打击远距离的陆地或者海面目标。由于该潜艇在建造时就采用了高度的模块化设计，许多核心零件都能进行更换和改造，拥有极强的上升空间。因此，美国海军预计该潜艇将会服役到2070年左右才会考虑退役。同时，之前大兵频道出现过的虎鲸无人潜艇将在25年缩减预算，
因为海军正在计划开发水面无人舰艇，该计划在25到27年正式开启，目前已经有几个竞争的厂商了。海军副部长雷诺兹解释，目前对于大型无人设备，海军需要重新分配资金了，把好钢放在刀刃上，也就是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上。在未来，海军将会加大在无人艇上的投资，他们已经确定无人化将是美国海军的发展方向。而在下一代舰载机上呢，美国海军推迟了用于建造 FAXX 的资金，在2024年预算中，预计该计划将在25年获得约15亿美元，但在23年财政责任法的限制，迫使海军将大部分资金分散到了未来的预算中。海军虽然在25年为其准备了10亿的预算，但可能会被推迟。对此，雷诺兹的解释是，海军想牺牲技术优势来保持高度的战备等级。FAXX 同属于第6代战机计划，旨在取代该舰载机的中坚力量 FA-18超级大黄蜂。但是去年2月，波音宣布在25年停产超级大黄蜂，届时美国海军将无法补充新的舰载机，所以大兵认为，在 FAXX 被推迟以后，超级大黄蜂的停产计划可能也会受到改变。在2025年，陆军得到的预算呢是最少的，仅为1859亿美元，其中呢只有141亿美元是用于研发，244亿美元用于采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改变就是陆军取消了下一代攻击侦察直升机的计划，大兵之前在这期节目中也有过提到。其中呢有2个有力竞争者，分别是贝尔360和西科斯基的突袭者 X。该计划的结束将为陆军节省出45亿美元，用于投资其他项目。但随着该计划的结束，未来这2架飞机何去何从还尚未可知。同时，陆军也将在2025年彻底停止对 UH-60V 黑鹰的生产。这架服役时间超过了51年的老将，还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而省下来的这些钱呢，将被用于开发新的火炮体系，这源自加沙和乌克兰战场带给美军的经验。陆军采购负责人道格布什表示，在25年，陆军将用12亿美元用于 M270 火箭的制造，4.92亿美元用于购买230枚精确打击导弹，1.7亿美元用于购买155毫米弹药，以及购买230枚爱国者3防空导弹。同时，陆军还将在今年部署 PRSM 火箭弹，该导弹可以用于海马斯和 M270 火箭弹系统。最大的特点呢是其射程达到了惊人的500公里。该项目的负责人乔·希尔伯特少将表示，未来该火箭弹的射程将达到1000公里。美国陆军的主战坦克 M1 艾布拉姆斯饱受超重的痛苦，过去军方对改造还是重新设计争论不休。在25年的财报中，对 M1 的减肥计划终于确定了，陆军将在25年掏出2.46亿对 M1 坦克进行大修，并希望在26年将这一预算提高至3.6亿美元，而在24年预算中，该预算呢仅为7000万美元。由此可以看出，陆军对于加强艾布拉姆斯是志在必得，但考虑到它的超重是结构导致的，想要对其减重，肯定要进行大改。或许 M1A3 坦克将和现在的 M1 坦克有很大的区别。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